大家好，7月29日，中国奥运健儿杨昊及练俊杰问鼎男子双人10米跳台冠军。德国队名列第7，总共有8队进行决赛。不只是出于嫉妒还是不服，还是什么其他原因，现年28岁的德国参赛选手巴特尔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，中国人像被关在军营里，一天练12个小时，没有任何私人生活，甚至3年都无法见到家人。这样得来的金牌有何意义？对此，德国图片报以及德国世界报都进行了报道。我们现在看看该报道以及随后的网友评论。中国主导跳水运动，这值得吗？为了拿金牌，你想拥有这样的生活吗？中国人在跳水比赛中立于不败之地，10米跳台的第1名也被远东拿下。德国组合排名第7。巴特尔随后谈到中国这个奥运冠军的艰苦军旅般的生活，并质问金牌的代价是什么？不，他们不高兴。德国跳水队的巴特尔和搭档艾克曼从10米高的跳台跳下6次后排名第7，有时同步不正确，有时28岁的巴瑟尔在跳水时犯了一个错误。随后小他9岁的搭档溅了很多水花。本周一早上，德国跳水运动员的成绩仍略低于平日状态，但随后似乎变得接受现实了。巴特尔说，即使我们表现更好，今天我们也只会获得第6名。在德国，奖牌很重要，每个人都在谈论和报道这件事。无论我们是第4还是第7，都没有多大区别。所以我为我们感到自豪，对我们做到了这一点，并获得参赛资格感到满意。我们进入了决赛，我们获得了第7名，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。艾克曼点头同意，并指出了德国2人组面临的困难条件。他住在德国西部的亚琛，距离巴特尔有6个小时的车程，这并不容易。这只是对第7名的解释，而不是借口。配图说明，不平等的2人组合，右边的艾克曼和巴特尔获得了第7名。巴特尔与中国的差距，鉴于水上中心的出色表现，这是不合适的。好，德国知识说明，老实说，我没有理解刚才这句话的逻辑，不知道要表达什么。我们接着看报道，中国队以490.35分的成绩尤其令人印象深刻。杨昊及练俊杰与英国队的差距高达27分，那是今年最激烈的竞赛，简直到了病态。巴特尔澄清道，我不知道我以前是否见过490分，超级酷的比赛。他看起来更像是一门粉丝，而不是竞争对手。巴特尔很欣赏对手的表现，没有一丝嫉妒，没有一丝惊讶，取而代之的是认可。还因为他知道这样的世界级表现需要什么，也知道126分的差距是由什么造成的。中国队在跳水比赛中占据主导地位，就像他们在奥运会一贯的那样。上周六，中国已获得女子3米板的金牌。他们住在一所寄宿学校，一个房间有4个人，他们每天训练12个小时，他们除了跳水之外什么都不知道。巴特尔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，他最好的朋友是一名中国跳水运动员，但因为不想牺牲自己而放弃了这项运动。如果他们想开车，他们会去车库，并在车库里开一会儿。他们不像我们一样有私人生活，比如和女朋友或伴侣出去吃冰激凌，去餐馆见见家人。有时他们3年都见不到家人，巴特尔说，并明确表示，这就是绝对的世界一流水平与我们今天的表现之间的差别。但问题也是，你愿意这样吗？为了夺得金牌，你想拥有这样的生活吗？由于柏林的条件好，他经常在那里训练，但他住在哈雷，因为那里的俱乐部每月多付几百欧元。16岁时，他离开德国西部的亚琛的家人，搬到东部的德累斯顿，以便在基地参加奥运会选拔。在职业上，因为体育特长，他获得了联邦国防军中士身份。体育运动的重要性是什么？哪些牺牲是可以接受的？以及运动员应该如何得到补偿？巴特尔现在谈及这些重大问题。我从新闻中听说，在德国夺了金牌，我们可以获得2万欧元奖金，这值得吗？2万欧元？你把你的一生都放在了一边。我们已经这样做了。我不再住在亚琛，我只是为了自己而做。遗憾的是，金钱对我们不重要。德国知识点评，
前面他谈到，因为哈雷俱乐部每月付给他多几百欧元，所以他没有前往柏林，而留在哈雷。现在又说金钱不重要，感觉他的说话逻辑混乱，我猜是一种酸葡萄心理吧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。在新闻发布会上，中国人证实了巴特尔所描述的高风险。我们花了很多年才达到这个水平，他们说我们已经为此努力了6年。在这方面，这对德国组合的宣布几乎为时已晚。现在是继续工作的时候了。即使在洛杉矶奥运会时，我变成了老人。巴特尔在谈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时说，他现在将接受些手术，以便他的身体再次强壮起来。一次年检，那就可以继续前行。好，朋友们，接着我们来看看德国网友与他是否三观一致。我们看第一条评论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我们看下一条评论，成功不是靠运气，而是心血、汗水和泪水的结果。我们看下条评论，该跳水队员受雇于联邦国防军，他是全职的，每天训练8个小时，比赛前训练12个小时，本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到目前为止，他的言论非常令人悲伤。接着我们看下条评论，文化上根本没有可比性，中国人讲的是集体，个人的牺牲根本没什么。然而在我们这里，个人有权过自己的生活，并塑造你自己的体育成功。当然，你在这里也一定程度的搁置了私人事务，但更多出于自己的兴趣。文化差异可以在许多其他领域看到，例如军事方面。对此，您当然可以自己做功课。好，接着往下。不幸的是，如果你想在顶级水平中有一席之地，你就得必须这样训练。即使你很有天赋，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决定是否想要这样。我们看下条评论。对于独裁者来说，奥运会现在已经成为自我展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这是一个展示自己英雄气概、向人民灌输民族主义的好机会。对于前东德来说，奥运会已经是激发爱国主义的唯一动机。正如我们所知，无论如何，就像今天的中国一样，对于普京来说，这是最近2次对外国发动攻击的开始。我们接着往下。是的，特别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状况与当年的东德相同，必须用体育来表明，当你无事可做时，你可以做点什么。我们接着往下。他没有获得金牌，而是中国获得金牌。不久前，我遇到了一位住在欧洲的漂亮中国女士，但她实际上为属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感到自豪，而德国之外的人还是有民族自豪感的。下条评论，金牌的代价就是舍弃、纪律和吃苦。最初几天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德国运动员不能吃苦耐劳，无论赢得1枚奖牌，只有1枚，截至7月29日下午3点35分，还是第4名或更差，都没有关系。以前德国不是这样的，骑手从马上摔下来，本来表现很好的皮划艇运动员在最后犯了一个不必要的错误，被罚了50秒。政治官方压力太大了吗？还是我们的运动员心理素质不行？我们看下条评论。德国不再有适当的绩效表扬，首先是联邦青年运动会，该运动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，因为每个人在任何地方都应该同样优秀。下条评论，这就是区别。中国人为他们的国家赢得了胜利，毫无疑问，一个人要放弃什么才能让这个国家看起来更好并感到自豪？在西方，人们相对来说过于个人主义，过于关注个人的成功。我们继续往下。我们宁愿在接下来的20场比赛中拿不到1块奖牌，也不愿在这里复制中国的体制。下条评论，如果你自己没有成为第一，你自然会在事后寻找理由贬低获胜者，就不能尊重别人的成就吗？如果这一成就就是通过看似不人道的努力取得的，那么他就更值得尊重。当然，前提是这些努力是自愿的。我们的运动员要么从现在开始付出更多努力，要么接受不尽人意的成绩。愚蠢的抱怨和指责别人是愚蠢和幼稚的。下一条评论，巴特尔随后报道了奥运冠军的军事般艰苦生活，并质问金牌的代价。在像中国这样完美的独裁国家里，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的。
你会直接进入再教育营。我们看下一条评论，你可能已经去过中国好几次了，因此可以很好的评估那里的情况。即使在中国，也没有人会成为一名跳水运动员，如果他真的不愿意的话，因为这样的世界级的成绩不可能违背运动员的意愿而实现。不同之处在于，中国挖掘人才的机制更加系统化的去找到谁适合做什么，以及无论谁参赛，进行军旅般艰苦的训练。在德国恐怕没人受得了这个苦，但如果你获得奥运会金牌，那么你就是中国的民族英雄。但在德国情况并非如此，中国的体制可能有很多弱点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尽早发现那些值得培养的人，然后系统的培养他们，以便他们能赢得金牌，也是一种体制优势。这只是对出成绩的不同看法。我与中国奥委会首席医疗官共事过，在某些地方帮助过中国人具体而果断地改善运动医疗问题，这是我对他们的看法。下条评论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不能接受失败的现象，只要他们赢了，一切都很好，但如果他们没有赢，就会质疑一切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。中国人确实被训练绑架了，没有人要求第一名，但仍然有第二名、第三名等等。如果没人想争第一，也许还支付了一大笔工资，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情。区2万欧元不是激励，也许2000万欧元效果更好。为什么只有德国是这样？除了中国，还有其他国家呀。金钱已经腐蚀了西方体育，就是这样。我们继续往下，你要靠纪律和钢铁般的意志取胜，而不是靠人人都是赢家的空谈取胜。这就是德国走向衰落的原因，没有人愿意再努力了。好，下一条评论。报道中提到，16岁时他离开了亚琛的家人，搬到了德累斯顿，以便在基地参加奥运会选拔。16岁的中国人已经完成了，他们从2岁开始接受训练，除了跳水之外什么也不做，直到奥运生涯结束。可以说，具有单一天赋的运动员，这一切是否有意义，实际上值得怀疑。事实上一直都是这样。当你看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东德游泳运动员，他们看起来像衣柜和大白鲨的混合体时，你当时会问自己，为了一块奥运金牌而付出如此的代价，值得吗？好，下一条评论。这值得吗？这个问题总是会出现。即使从事正常工作，也可能需要连续数年每天工作12小时或更长时间才能实现设定的目标。家庭和友谊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。问题是，你愿意做必要的事情吗？你是否始终如一的这样做？总会有借口和干扰。当然，这也是一个有后果的决定。到此为止，不想再进一步，结果也影响到你的职业生涯。到此为止，仅此而已。下一条评论。国家间的体育比赛不太合适，由于人口少，小国无法与大国竞争，我不想为此支付任何强制性的税，肯定应该是自筹资金。下一条评论。我认为竞技体育绝对是可有可无的，我不想用纳税人的钱来资助一些人整天从事体育运动，而竞技领域无聊的运动那么多，钱倒不如流向大众化的运动，这样才能让健康惠及更多人。我不会用个人的奖牌来衡量我的国家，给共产党人和美国人去享用吧。我们看下条评论。对每一个指责所谓爱发牢骚的德国运动员的人，他们当中谁愿意做出哪怕是最轻微的努力？当你不必证明自己可以做得更好时，批评别人很容易。下一条评论。我会把我的孩子从这样的强化训练中拯救出来。我不认为如此刻苦的训练对他们有任何好处，也不会让他们在任何方面变得更好、更有价值、更快乐或更有用。我明白，以父亲的这种态度，我的孩子很可能不会赢得男子双人跳水金牌。我希望孩子们原谅我。继续往下。问题就在这里，你想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，还是对自己的运动充满热情？他们立即给出了答案。我觉得试图用言语来贬低中国人是非常不符合体育道德的。我问自己，为什么他们都参加奥运会？为了你的脸书照片集或一些 TikTok 短视频吗？好吧，这并不重要，但至少他们意识到自己还不够好。
也许这些人在寻找完全不同的，不需要进行太多训练的东西吧。下一条评论，这值得吗？我想说，任何提出这个问题的人都可以完全取消商业体育了，只是为了纯粹的生活乐趣，任何人都可以往水里跳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。世界水平的训练在所有国家都是相似的，中国、美国、澳大利亚等等。如果你想成为一项运动的前3名，从小就放下其他一切。中国当然更奋力打造他的运动员，但我们不认为这在美国或其他任何地方，包括我们排名前3的德国，会有何不同。你可以喜欢，也可以不喜欢，但这在职业生涯中没有什么不同。如果你想成为你所在领域世界上最好的人物之一，你就得100%投入。我们继续看下一条评论。其实美国更奋力打造他的运动员，中国用的是蛮力，但蛮力往往会凑效，尤其是在所有必须经常重复的事情上，而且他与奋力打造进行了一场激动人心的并驾齐驱。下条评论，请允许我提出问题，派大量运动员到巴黎去度长假，而没有获得奖牌的机会，是否符合体育和社会的利益？谁敢划清界限？下条评论，这根本不是去度长假好不好？我10几岁的时候就是一名竞技游泳运动员，每周训练5天，周末有比赛。尽管如此，我从未达到我们游泳运动员在巴黎表现出的水平。任何获得参加奥运会资格的人都是值得最高尊重的运动员。下条评论，这值得吗？为了夺金，你想拥有这样的生活吗？抱歉，但这就是糟糕的失败者所说的。而在德国，似乎只剩下这样的人了。好，我们看下面一条评论。他没有说一句贬低中国人的话，相反，他是对的。至少从他的角度来看，我同意，但也有可能获胜对中国人来说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重要，谁知道呢？我们继续往下。我儿子9岁了，他最喜欢的爱好是击剑，他对此感到非常高兴。上周末他参加了一场比赛，3名参赛者是中国人，最近才移民到德国。年龄最大的男孩大约13岁，获得了同龄组的第2名，伤心得要死。中间的男孩大约11岁，获得了第1名，他的父母对他的表现就那样。最小的男孩大约8岁，在半决赛中就输掉了比赛。在比赛中，他的母亲对他大喊大叫并虐待他，直到这个可怜的孩子哭倒在地。这无疑是中国人如此上进的主要原因之一，他们被严厉的教导。我真的为那几个中国孩子感到非常难过。与我的儿子不同，他们在比赛中没有任何乐趣。我做梦都不会像中国母亲那样对我的儿子大喊大叫，来训练他的小儿子出类拔萃，实在不值得。继续往下。你会说中文吗？这听起来有点残酷。在汉语中，音调极其重要。有一首短诗，只有一遍遍的重复妈这个音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选手斩获金牌，而你却一无所获，只会抱怨。这是世界级的，我是说抱怨。中国人为运动而生，而你为嘲笑而生。好，朋友们，这大概是全部网友的评论，好像大部分还是蛮中肯的，你们说呢？